三金，你无耻！就问你怕不怕？怕。那不就得了？不管你是大智若妖也好，聪明绝顶也罢，在我这里啥都不是。你是故意的，这是你的行事风格，我判断到了。其实我只是想告诉你外面有多危险。正如你所说，我骨子里是英雄，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国家和民族，所以无论如何都不会害你的。三金开始忽悠，上升高度了。小红鱼，你是智囊团的核心之一，我肯定要保护好你。今天这一刻是告诉你人心险恶，他们不会告诉你的，也不希望你看清现实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李红鱼茫然地摇了摇头。因为需要你的理性思维。如果你真正懂了生活，那么你的建议就会掺杂个人感情。大国发展需要理性，所以你从小就被剥夺了生而为人的权利。我只是想把你这个权利争回来，因为你在我眼中是活生生的人，而不是机械冰冷的智囊。我说完了，如果你还想走的话，我不会再挽留。但最后要跟你说一句，你的名字叫李红鱼。身为红锦绣，笑流鱼龙舞，你可以看看这本书，也许能找到你的影子。三金留给李红鱼的书是安德的游戏，讲述的是理性碰撞到善良的人性之后，安德小朋友是怎么崩溃的。李红鱼完完全全就是个工具人，还真挺让人心疼的。奥琳娜，我的爱，亲爱的，我听你的到不列颠了，你忙完了吗？我好想你。刚忙完，这就去酒店找你。半小时后，三金来到奥琳娜的酒店。我以为你不要我了。我怎可能不要你？哪怕世界毁灭，我也愿陪你度过最后一秒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不过我们的关系该结束了，因为我不准备购买航母了。你该清楚，我们的开始是因为航母。我的爱，难道非得航母才能把我们牵在一起？我已经决定购买乔治王子的赌船了，所以航母的性价比反而不高了。我是个商人，必须得做商人的事。现在三金说什么，奥琳娜就信什么。德米特罗，三金要放弃航母了。他购买皇冠号的价格应该在5亿刀，接手之后立即能盈利，而航母则需要1-2年的建造期，对他来说很不划算。什么？他怎可以撕毁合约？已经付了定金的。定金对他来说不重要，快速盈利才是最重要的。赌船的幕后老板是谁？乔治王子。我的爱，放心吧，他们会加快进度的。你这样让我很难办，我会损失很多钱。为了我，可以吗？那我就多买一艘航母吧，为了你。一番缠绵，三金接到了德米特罗上校的电话。我的好弟弟是这样的，我们研究了一下，决定放弃这次航母的合作。呵呵，跟我玩以退为进，真的吗？这样最好，否则弟弟我心里会非常不安的。不，你理解错了，我是说航母不合作了，合作项目改为航母再加2艘护卫舰。试探未果，德米特罗上校马上改口。好吧，看在奥琳娜夫人的份上，我可以购买，但是中间经过好几个海峡，我搞不定这个事。我帮你搞定。我的爱，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那航母还会改成赌船吗？当然会，我打算给它取名为奥琳娜号。送走奥琳娜，乔治王子找到三金。神话先生好眼力，能辨识出 P14炸药。亚尔弗列德队长，看来你已经失业了。各种队长穿着便装在这里，意味着已经脱离了部队体系。三金，我现在仿佛被拖进了无底深渊，不得不跟他们过招，而且疲于应对。乔治，你采取的方式的确能防住致命一击，但你的积累不够，最后大概率以失败告终。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第一，所有的东西拱手相送，重心转到海外。第二，卸下王子的身份，回归平民，然后伺机而行。前者等同于转移矛盾，后者则是利用民心。我该怎么选？上策是卸去王室身份，把自己变成不列颠的传奇，闭上嘴等待最佳时机。一旦机会到了，就可以利用民心绑架王室，到时候谁也挡不住你的路，但谁也不知道得等多久。我等不了，那就只能选择壮士断腕，该示弱的时候总得示弱，否则会进退两难。如果转向国外的话，应该怎么做？跟我一起创业，我们可以共同打造个军事培训机构。军事培训机构？没错。三金开始忽悠，一切都以乔治王子的利益为出发点。这可不是流亡海外，而是积攒资本。别人搞不定的事，你能搞定；别人掌控不了的区域，你能掌控。有几成把握？建立军事培训机构，我有10成把握。亚尔弗列德队长，你觉得我如果建立这样的机构，能招来学员吗？我可以成为第一批学员吗？王子殿下，你大概不太清楚3000米以外精准狙杀代表什么。神话先生在世界狙击手排行榜上位列第3，其余2人无法超越，因为都死了。如果他创办军事培训机构，会有很多人慕名前往。这是一个体系，没那么简单。还有个合作伙伴，明天才能到。好的，给我1个晚上考虑。我听说你要买皇冠号，骗傻子的，那是你的印钞机，就算我想买，你也不会买。实话说，我准备从2毛国搞一批武器，尤其是舰船。舰船？没错，这群家伙肯卖航母，但是不肯卖舰船。需要我怎么配合？不搭理他们就行了。这群家伙穷疯了，我有的是法子对付他们。好，那我们先回去了。师傅，这王子不会给咱们下套吧？他下不动，只是在寻求绝境逢生的路。小胡子，你怎么看李红鱼？没看出他到底聪明在哪，倒是感觉傻乎乎的，完全脱离了生活。他傻？开什么玩笑？你知道李红鱼在智囊团负责什么吗？他负责推演，甚至可以通过一件事推演出其未来数年乃至数十年的发展。这里面又牵扯到无数种变化，并且会对每一种变化再进行推演，进而给出完整的方案。他是装的？不是，他
他天性如此。三金隐约感觉李红瑜哪里不太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是什么。自从看完三金给的书后，李红瑜整个人都变了。三金，你看我摘的芹菜好看吗？你很喜欢棍子吗？不好看吗？小红鱼，帮我泡杯茶吧。好嘞，泡好了，你尝尝好喝不好喝？这是什么茶？我怕你喝着苦，就加了点橙汁，很好喝的。你去看看别人有要帮忙的不？师傅，我确定了，他是真的白痴。10分钟后，林之涵跑来找三金告状。哥，师傅给我的小猫喂了一肚子猫砂。乖，不要打击它的积极性。又过了10分钟，李红瑜拿着火机兴奋地跑了过来。我给你点烟好不好？点烟应该不会出什么幺蛾子了吧？我怎么能拒绝美女的请求呢？一股火苗瞬间冲天而起。这妞是专门来收拾我的吧？被逼疯的三金默默来到院里，拿起板砖拍头。师傅，还有板砖吗？给我1来2块。你怎么了？李红瑜问我盖那么薄的被子冷不冷，我就随口说冷。他又给你包了一床被子？不是，他给我的房间贴满了黄符，跟我说冷是因为房间里阴气重，还撒了半袋子糯米，那屋我都不敢进了。果然是大智若妖。隔天，在所有人的恳求下，三金把李红瑜带出门。小红鱼，待会我要建议欧托尼将军，你在旁边听着就行了，别给我整幺蛾子。三金，你带我见世面吗？你从前很少见人。我不喜欢见人，没有一个好玩的。那我好玩吗？有点好玩。三金，你觉得我好玩吗？没玩过，不知道。那你玩啊？看着李红瑜认真的眼神，三金身体一颤。怎么玩？人不能只想，要做。三金，我知道你一直都是想到就要做到，所以玩我也不要只想。马德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要不现在就玩一下？好呀。话音落下，三金一口亲了上去。好玩吧？足足过了1分钟，李红瑜的脸这才红了起来。走了，以后可以常玩。这个有点好玩，怪怪的。半小时后，三金来到托尼将军的酒店。神话先生，这位是？别管他，不碍事。托尼将军，死刑待多久？大概3天，我想时间足够了。你还约了别人？